万物是永恒存在的，无法产生，无法消失。今天我要证明一个颠覆直觉的结论：宇宙无法开始，无法结束。但我不能直接把结论告诉你，不是因为答案复杂，而是如果没有前面的基础，这个结论听起来只会像一句没有依据的主张。因此，在得到答案之前，我们必须先建立3个前提：第一，理解客观世界的底层机制；第二，理解什么是二元互生；第三，理解无与有的真正关系。当这3个前提都建立完成后，宇宙其实没有开端，就不会只是我的观点，而会是这套推论自然得到的结论。如果你愿意跟着整个推导一步步走到最后，你会知道这个结论究竟是怎么成立的。客观世界的底层逻辑是以矛盾为立足点，不矛盾的运作。这里先打住，如果你是新观众，你会有个疑问：为什么？在这里，我先借鉴第2站的留言来回答。观众说：我们这里先简单带过，他的意思是说，矛盾与不矛盾看起来不像可以互生的关系。那由这组互生关系推导出的根相位世界，即便分别像主客观世界，也说不定是巧合。先让我先让我解释一下。当世界表现自己时，其实是没有把外在表现出来的，因此我是无法用第三人称看自己的。周围的东西表现外在结果，却无法同时出现它们的内在世界。但为什么说矛盾与不矛盾一定互生？我直接给答案。如果矛盾与不矛盾不是互生关系，都以不矛盾的方式直接呈现，那么世界就会同时呈现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视角。但我们的世界并不是这样，这正是我要讲的。世界在呈现万物时，并不会让外在结果跟内在根本同时出现，这是你测试就可以发现的东西。所以矛盾不矛盾会互生这件事，真的不是我随便说的。回过头，客观世界的底层逻辑是以矛盾为立足点，不矛盾的运作。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客观世界没有矛盾，而是矛盾存在于根基，但不被呈现。真正被呈现的是不矛盾的结果。因此，客观世界的每一个成立结果背后，都有一个不可发生的矛盾基础。正是这个矛盾基础，保证了结果能以不矛盾的方式被呈现。换句话说，客观世界的机制是以互斥特性的同时存在为基础，达成互斥特性的分开呈现。我们先简单复习一下二元互生。二元概念必须以互异的方式才能成立，这叫二元互生。而当互异满足时，它们会形成不对等分配，这叫根相机制。一方展示，一方支撑整体。如果没问题，我们回到客观世界的机制上。客观世界的机制是以互斥特性的同时存在为基础，达成互斥特性的分开呈现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互斥特性之间究竟要如何互动，才能从一起存在变成分开呈现？我们之前说过，二元若要形成互异，必须位置不对等。但还有一个更早的问题，在互异之前，它们是什么状态？如果二元彼此从未发生交集，如果它们是完全独立且恶的存在，那么它们还能互异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，因为连接触都没有，就不存在依赖。因此，二元要形成互生，必须同时满足2个条件：A. 彼此发生交集 ；B. 彼此位置不对等。没有交集，互异的前提无法成立，因为彼此完全分离，连影响都不可能。
没有位置不对等，同样无法互依。因为若完全对等，彼此无法成为对方的条件，只会并列存在。只有在既有交集又不对等的情况下，二元才可能形成互依关系，进而产生互生结构。现在我们回头看刚才的那个问题，以互斥特性一起出现为基础，达成互斥特性分开呈现。这种机制是什么？答案其实已经浮现，这正是互生的一种运作方式，也就是以交集为基础，透过位置不对等形成分离的结果。因此，在客观世界中，不止哪里发生、哪里不发生由二元互生决定，连如何发生也由二元互生决定。换句话说，客观世界的形成不是偶然结果，而是互生机制的具体展开。如果要为二元互生定位，等等，互生机制不是还有另一种？各位网友，你觉得另一种互生机制会形成什么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。如果要为二元互生定位，它不仅仅是法则得以形成的条件，更是世间万物运作的道理。换句话说，它正是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里的那个一。既然我们已经确立二元互生是客观世界得以成立的根本依据，或是更精确的说，客观世界是以互斥特性一起出现为基础，达成互斥特性分开呈现的具体表现，那么证明宇宙无法开始、无法结束的第一要素，理解客观世界的底层机制已经解决了。顺带的连第二要素理解二元互生也认识得七七八八了。不过在进入第三步理解无与有真正的关系前，我们必须把二元互生所需要的最后认识也填上，也就是二元互生组的类别。我们先从最熟悉的开始，长与短、高与矮、胖与瘦，这些都是我们在语言中非常熟悉的相反互斥概念，因为它们之间有相当明确的判定标准。但并不是所有看起来相反的概念都有那么清楚的定位。例如静与动，静的标准非常严格，只有在完全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，我们才会说它是静。但动就不一样，只要有一点点变动，不管幅度多小，我们都会说它是动。因此，如果直接把动当成静的相反，其实并不精准。所以二元互生组在结构上至少可以分成两大类。第一类，互利的概念之间具有精准定位。第二类，互利的概念之间其中一方没有精准定位。到这里，我们可以再往下问一个更深的问题。既然存在这么多二元互生组，那么是否存在一组最基础、最原始的一组所有其他二元互生都必须建立在其上的？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组，那它会是什么？答案只可能有一个：无与有。等等，为什么是无与有？不能是矛盾，不矛盾？矛盾与不矛盾，这组决定的是世界可不可以发生，并不决定世界如何发生。就像我在描述世界呈现时，我一定先问有没有，而不是矛不矛盾。矛盾与不矛盾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，它是发生层面的根本依据，不是机制层面的。回过头，尽管我说无与有是机制层面的根本依据，但在这里我们不能直接宣告它成立，因为在人类的直觉中，无与有似乎是彼此独立、彼此切割的，所以我们必须严格确认一件事：它们真的互生吗？无与有是否互斥？我们先回到世界成立的前提，
同一层面不可同时产生互斥结果。现在检验无与有。当有发生时，代表存在成立，那么当存在无法发生时，呈现的是什么？是否正是无？换句话说，无与有是否是同一判准下的互斥结果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因此，当有成立时，有为真，无为假；当无成立时，无为真，有为假。那么，如果在同一层面一次性同时发生呢？有发生又没有发生，真且假；无发生又没有发生，真且假。结果失去成立性，事件无法发生。因此可以确定，无与有在同层面同时发生时，构成自相矛盾。它们确实是互斥结果。那么它们如何互生？客观世界的具体机制是以互斥特性一起出现为基础，达成互斥特性分开呈现。既然无与有是互斥结果，那么在客观世界中，它们只能透过一起出现为基础来形成分开呈现的结果，而这个机制正是互生。因此我们得到结论，无与有在客观世界中确实以互生方式展现。既然如此，而且所有二元互生组都必须依托无与有才能成立，那么在客观世界的底层逻辑下，无有互生就成为决定事件如何发生的根本依据。接下来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厘清一件事：什么是无，什么又是有？先从最直观的定义开始。无是什么？不存在。有是什么？存在。到这里为止，看起来没有问题。但只要稍微停一下，你就会发现一件很关键的事：这两个概念的判准其实是不对等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它属于我们前面说的第二类二元互生组，互利的概念之间，其中一方没有精准定位。那么是哪一方没有精准定位呢？答案是有。我们把判准摊开来看，就会很清楚。有是宽松的，只要有任何展现，我们就会说它是有，也就是存在。相反的，无的标准非常严格，一定要完全不能展现才能被视为无。这就产生一个问题：如果无的判准是这么严格，那么与它真正对的概念应该是同样严格的有，而不是我们日常语言中那个宽松模糊的有。因此，在进入后续推论之前，我们必须先做一个非常必要的区分。我把有这个概念依照它的判准细分为两种：狭义的有，严格的存在，真正意义上的存在；广义的有，宽松的存在，只要有任何展现就能被视为存在。这个区分非常重要，因为接下来当我们在谈无有互生时，这里的有指的是狭义的有。在这个前提下，无有互生一旦开始运作，依据我们前面已经说清楚的根相机制，就必然会分化出两种不同的呈现形态。第一种是有为相，无为根；第二种是无为相，有为根。这两种形态正是我们熟悉的阳与阴。我们先看第一种，当有作为相时，无作为根时，它是以无作为立足点，将有表现出来。因此它的特征是展现非常显著，但局限没有运作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它有一个非常直觉的认知。刚，也就是强却没有内在支撑的力量，我们通常称之为阳刚。接下来看第二种，当无作为相，有作为根时，它是以有作为立足点，将无表现出来。因此它的呈现状态刚好相反，展现是隐晦的，但广泛充满运作。这也对应到我们另一个直觉认知柔，也就是看似弱却内在有力。
我们通常称之为阴柔。到这里为止，如果你把前面的定义与推论全部连起来，其实已经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关键但经常被忽略的结论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我们再回头看一次无的定义，无严格的不存在，一定要完全不能展现才能被视为无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所讨论出的阴与阳，有任何一个符合这个标准吗？答案是没有。也就是说，在法则的实际展现中，不存在无这个选项，因此万物只能是存在。请注意，这里所说的存在指的是广义的存在，也就是只要有任何展现，就被视为存在。从这里，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直接的推论：如果万物只能存在，那么万物就不可能从无中产生，也不可能是由某个造物主创造出来的。也因此，我们平常在问的那个问题，万物是怎么来的，其实是一个假问题。因为万物从来没有来过，它们只是不断以不同形式展现。换句话说，万物是永恒存在的，无法产生，无法消失。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所谈的都是法则的客观呈现方式。